封秘书要出现了。看到天空异象后，叶凡飞快冲上了山巅。捉风之巅出现一片虚空，极度安谧，里面草木繁盛了又凋零，一会儿绿叶欲滴，一会儿凋萎枯寂。9阶天梯朦朦胧胧不断放大，竟有琼楼玉宇浮现在上，横在虚空中。李若愚像是化石一般盘坐在那里，与9阶天梯对立。9阶天梯在捉风上化为9座平台，云雾缭绕，李若愚被力量引入其中。山巅虚空静谧，像是见证一方世界的演化，道与理交织，万物循环，从繁盛到凋零。叶凡在峰顶目睹这一切，眼神随之变化，体验由盛转衰的过程。天地间显现深奥规则，捉风成为一部展现自然道法的经书。叶凡虽不熟悉此山，但凭借怀中的菩提子，快速达到心境宁静，与自然共呼吸，体验道法自然。菩提子来自悟道圣树，助人开启神性，体悟天地之道。大成若缺，大盈若冲，大巧若拙，莫名的声音在回响。捉风在500年的沉寂后，玄法重现在世人面前，展现出朴实无华却深奥的传承。叶凡与山峰合一，体会到李若风的感悟，通过菩提子的温热感应，融入自然之道。传承的核心不是仙术，而是捉风的根本心法，以及能大幅增强战力的9秘之一。这种秘术无需心法或招式，却能与各种手段结合，极大提升战力，是所有圣地和世家都渴望的秘法。叶凡尤其关注9秘之一，认为它比姬家的虚空古经更有吸引力。他想象，如果能结合玄黄母器和秘法，将无敌于天下。与此同时，捉风的变化吸引了其他山峰的强者注意，他们对李若愚的潜力和捉风的频繁开启传承方式表示惊讶。太玄门的高层也注意到了这一点，认为李若愚可能成为守护者，甚至提升太玄门的地位。太玄门决定选拔杰出弟子前往捉风学习，以期传承能够继续发扬光大。叶凡在这个关键时刻捕捉到了那一缕神秘的道韵，见证了捉风之巅的变换和天地间秩序的构建。在万物的自然循环中，叶凡体会到了从生长到凋零再到回归本源的永恒法则。他目睹了天地间的道纹生灭，感受到了从生机勃勃到极度宁静的转变，并与这些变化同步，捕捉着他们的轨迹。叶凡对捉风前贤的智慧感到惊叹，他们将秘法融入自然变化，让整座山峰成为了传承的载体。他逐渐领悟并捕捉到了9秘之一的精髓，将其内化于心。在深度的自然合一中，叶凡仿佛成为了捉风的一部分，将无尽的神韵烙印在心间。当一切归于平静，他感受到了一颗种子的力量，它在泥土中破土而出，焕发出新生。叶凡的心神与这颗种子合一，成为了那唯一的生机。当叶凡从冥想中苏醒，他意识到自己已经掌握了9秘之一，这是他在自然中孕育出的无上秘术。虽然他没有得到捉风的根本心法，但9秘之一的收获已经足够了。与此同时，李若愚醒来，他的气质变得飘渺而遥远，但很快又恢复了平凡。捉风下聚集了众多想要加入的杰出弟子和风主的子嗣，他们都在静静等待，对捉风充满了敬意。李若愚注意到叶凡的特殊之处，认出他是荒古圣体。叶凡震惊，没有接触他的苦海，怎会看透了他的体质？李若愚说道：“荒古圣体果然不凡，金色的苦海交织有雷电，闻所未闻，见所未见。”叶凡感到不安，担心自己的秘密被发现。你不用紧张，我没有恶意。李若愚的和善笑容让叶凡稍感安心，但内心的忧虑并未完全消散。他明白，尽管荒古圣体在当今之世已不被重视，但他的顺利修行如果被知晓，仍可能引起不必要的麻烦。李若愚对叶凡的想法表示理解，鼓励叶凡继续修行，不要受外界看法的影响。李若愚自身的经历也给了叶凡极大的启发，即使平凡如他，也能通过坚持和努力达到一定的修为。叶凡对李若愚的敬意更深，李若愚不仅在修为上有所成就，更在心灵和智慧上达到了一种返璞归真的境界。李若愚对叶凡提出的加入捉风的邀请，让叶凡感到荣幸，但也让他陷入沉思。最终，叶凡决定接受李若愚的邀请，成为捉风的一员。李若愚对叶凡的接纳和指导，以及他对叶凡未来修行道路的开放态度，都让叶凡感到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。他知道，虽然自己已经得到了捉风的部分传承，但修行之路仍然漫长，需要他不断的去探索和努力。你我皆是捉风门人，随我下山去选图。李若愚没有飞行，一步一步走下山去，叶凡跟随在后。在捉风的山门前，人群聚集，长老们也在等候，显示出对捉风的尊重。叶凡看到那些曾经被自己扣押的新风弟子，他们的心情复杂，原本轻视捉风，现在却见到其他主峰的天才弟子纷纷前来，这种转变让他们感到困惑。叶凡解除了他们身上的禁制，给予他们自由，但他们却犹豫不前，因为太玄门的门规规定，一旦加入捉风就不能再改变。李若愚的出现虽然外表普通，却引起了众人的注意。他的话语简单而直接，表明捉风的道并不适合所有人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道路。这种开明的态度反而让一些长老感到不是滋味，因为他们送来弟子是出于掌教的命令，而非完全自愿。
一些长老虽然心中不甘，但表面上还是表示尊重李若愚的决定。而那些真正有意愿加入捉风的弟子，则表现出了他们的热情和决心，甚至跪拜以示诚意。叶凡见证了捉风从默默无闻到众人瞩目的转变，心中感慨万千。就在这时，消失多日的姬子月出现。你们不要拦我，我是捉风的大弟子。姬子月带着甜甜的笑容抱住了李若愚的手臂，道：李前辈，我回来了。好，自今日起，你便是捉风门徒了。李若愚对姬子月点了点头。姬子月的到来为捉风增添了更多的色彩。他的体质非凡，能够轻松跨过9阶天梯，这本身就是一种实力的体现。当日，他对捉风有着浓厚的兴趣，若非新风长老的干预，他很可能就会选择留在捉风，与叶凡一样，成为捉风的一员。李若愚对他的印象也很好。面对山门前那些渴望加入捉风的弟子，李若愚并没有急于接纳，而是给予了他们一个考验。他要求这些弟子在捉风下进行体悟，如果在半个月内有所领悟，便可以正式成为捉风的弟子。这样的做法既体现了捉风对弟子素质的重视，也给了这些弟子一个公平的机会，让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和领悟来证明自己的价值。随着李若愚缓缓向山上走去，一些长老紧随其后。就在这时，新丰的一位长老上前对李若愚传音道：那个女娃是姬家的子弟，万不可传下大法。捉风的变化确实让叶凡感到意外。曾经冷清的山峰，如今成为了众多弟子向往的地方。这一切都源于李若愚老人的声望和修为的提升。太玄门内的传言并非无的放矢，李若愚的领悟和潜力让许多峰主和弟子都看到了追随他的巨大价值。修行界的确现实，弟子们的选择往往基于对实力和未来的判断。叶凡对此有着深刻的认识，他知道在这样的世界中，实力和机遇是决定一切的关键。姬子月闷闷不乐，李若愚老人曾经直接问他是否为姬家子弟，他没有办法不承认。老人也很坦诚，明白的告知不能教他那种无上秘法。在他看来，叶凡在捉风传承开启之时就在山上，不可能没有任何收获。于是问叶凡学到了什么秘法。有，我学到了一些自然之道。叶凡笑道：你可以拿虚空古经来交换。欠打。姬子月皱起了穷鼻，开始磨牙。他想起了被叶凡俘虏的事情。算了，我直接教你吧。叶凡开始大讲自然之道，转移话题。姬子月洗去脸上花花绿绿的东西，有一个小花猫变成了一个甜美而又灵动的少女，风姿绝世。太玄门在得知姬子月的身份后，加强了对她的保护，以防止任何意外发生。随着时间的过去，捉风新增了30多名弟子，这些弟子都是由各自的长老亲自送上山的，李若愚无法拒绝。姬子月对于围绕在他身边的追随者感到烦恼，他知道自己的身份已经泄露，这些人就是想试图通过接近他来与荒古世家建立联系。叶凡则选择避开姬子月，专注于参悟道经和研习新得到的无上秘术。姬子月对叶凡的躲避感到不满，并威胁要将他的秘密泄露出去。叶凡为了避免被其他弟子敌视，开始考虑离开捉风，并探寻太玄门的玉门，以便横渡虚空。然而他在太玄门内寻找了许久，仍未找到玉门的所在。在返回捉风的路上，姬子月截住了叶凡，敏锐地觉察到他的异常行为。姬子月提议一起去别处转转，以逃避那些纠缠不休的弟子。两人一同前往从峰，途中经过了新峰，意外地遇到了李小曼。姬子月注意到叶凡的反应，问叶凡是不是熟人。是。叶凡点了点头。不会是仇人吧？我帮你收拾他。姬子月笑着向前望去。不是仇人，你不要乱来。叶凡急忙阻止，生怕姬子月惹出事端。灵动的姬子月拉着叶凡的手走到李小曼前，笑得很甜道：这位姐姐怎么称呼？李小曼没有开口回应，美眸中波澜不惊，与姬子月对视，脸上看不出任何情绪波动。姐姐怎么不说话？姬子月轻笑，伸出一只纤纤玉手，在李小曼眼前晃了晃，顺势轻抚了一下李小曼的脸，如不良少年调戏良家妇女一般，道：颇有几分姿色，我见犹怜。姬子月扶着李小曼下颚，却被叶凡及时制止。